今からルール説明するね。このリムっていう爆弾で戦うだけだ。誰と戦うかだって？それは隣にいる君たち同士さ。搞活了，搞活了！猜猜九九最近又发现了什么好东西？吃鸡类游戏相信大多数宝贝们都玩过，下面要讲的这午饭还真就把人投放到了孤岛，开始了真枪实弹的对决，那叫一个惊险刺激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场惊爆游戏。男主叫龙太，芳龄22，他的人生信条就是得过且过，不上班不工作，一天到晚打游戏。虽然现实世界里一事无成，但是在游戏里他称得上是人生赢家。这款游戏叫 BTOOM， 靠投掷炸弹淘汰玩家取胜，和吃鸡差不多，但是这里面只有炸弹没有枪。具体玩法我们下面再详细讲。龙太是这游戏里的顶级玩家，世界级的榜一大佬，并且人家还有 CP。就这样日复一日沉溺在游戏里。一天他睁开眼睛，看到的不是终日相伴的电脑，而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，身上还绑着降落伞。在与地面亲密接触后，疼痛感告诉他眼前的一切并不是梦。他蒙了蒙脑袋，还流着血，手机也不在服务区。此时他能回想起的就是自己坐在电脑前打游戏，合上手机的那一刻，手上的光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个绿色的椭圆形结晶体结结实实的镶嵌在他的手上。龙太的第一反应是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脑洞真大。在他的身边放着背包，背包里钱包和提款的衣服都在，整得和出远门一样。除此之外，里面还有食物和水，外加一个腰包。他拿上这些，想先找出路。这里仿佛是热带雨林，持续的高温加上各种蚊虫，让龙太心里惴惴不安。他只想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，因为跑得太快，脚一滑，跌了个大跟头。等缓过神来，才发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他依靠着岸边的椰子树，一边吃便当，一边想着往事，最后还是啥也没想起来。他看着自己的东西，那个腰包怎么也没印象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个个带着开关的正方体。他打开开关，看着上面慢慢减少的数字，听着那熟悉的声音，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儿，赶忙把它扔了出去。结果这东西还真就是炸弹。龙太人都傻了，玩真的？真的炸弹？一腰包的炸弹？此时一个人出现在龙太的视线里，他赶忙打招呼寻求帮助，结果对方直接向他抛出一颗炸弹。龙太刚开始还不知道对方扔的是啥，躲都没躲，等炸弹爆了他才反应过来，炸弹攻击，攻击中的战斗机，这和游戏里太相似了。まさかリアルでブトゥームをやれってことか。龙太看着对方穷追不舍的样子，转头就跑，先和敌人拉开距离。扔了2次炸弹才发现，对方的炸弹是触碰到东西就炸，自己的是定时的，正面刚完全不占优势，只能先躲到对方的视线盲区，再想对策。后来他发现手上的绿宝石发着绿光，原来这东西相当于游戏里的雷达，可以感知附近人的活动。如果静止或者对方也在感知，这种效果会相互抵消。最终龙太把炸弹藏在悬崖边，然后引诱对方过来，自己则跳进水里。等待对方走过来时，炸弹时间刚刚好。潜在水底的龙太看着一块块尸块沉入海底，他一时没忍住，上岸就吐了，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杀了人。炸弹的威力不尽相同，触碰是远不及定时的威力大。另一边，一个波涛汹涌的妹子也来到了这座孤岛，她反而是相当淡定。私への罰だっていうの？なんで私だけこんな目に？这个妹子叫贝尼呼，就叫她小迷吧。她比男主反应快多了，看着腰包里的炸弹就知道是杀人用的。走了一会儿，她就躺在沙滩上休息，一不小心就睡着了。醒来时，3个壮汉围着自己，他们邀请小迷一起组队。在交谈中才发现，这3个人虽然一起组队，但是意见并不统一。穿着绿色 T 恤的是一名老师，他说自己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正义贯彻到底。戴着红色头巾的男人来头也不小，曾经接受过军事训练。他不认同老师的正义言辞，还绑架小迷做人质，嘲笑老师。真的遇到危险，他那份正义更像是伪善者。好在小迷手里有电击枪，才从头巾男手上脱险。看着人质不在了，他也马上变脸，说刚才只是开玩笑。最后一旁的小胖提议把武器都上交，让一个人统一保管。这个重任交到了小明手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头巾男发现这个地方居然有空投，他们赶了过去，发现里面是水和食物。老师来的最晚，看着3个人没等他就开始吃了，开启了嘴炮模式，责备他们得到食物没有评分，一点儿也不公平。头巾男听不下去了，绕到他的身后给他来了一刀，老师就这么挂了。晚上小胖叫醒了小迷，他说头巾男太可怕了，想带着小迷拿上装备先走。头巾男醒来穷追不舍，最后小胖用腐蚀性炸弹逼退了头巾男，2个人逃跑成功。话说这腐蚀性炸弹简直是伏地魔克星，小胖就这样拉着小迷的手一步步往前走。这危险都已经摆脱了，小胖还是没有放手，他一边走一边说着以后的杀人计划。
小迷不愿意杀人，小胖说你不杀就要被杀，两个人争执不下，期间小胖死活都不放手，拉扯之间小迷给小胖了一拳，这下小胖的本性彻底暴露。何すんだ！ママならもっと上手に叩くよ。離して！なんで逃げるの？僕が太っててキモいから、汗まみれで臭いから。大丈夫だよ。一昨日シャワー浴びたもん。他一边说一边朝着小迷扑了过去，小迷掏出电击枪电晕了他，然后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。可是没有多久，胖子还是找到了他。見つけた。真的是太变态了，看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。他三下五除二就把小迷压在了身下，期间还打掉了他的电击枪。变态胖撕开了小迷的衣服，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裤子。小迷看反抗也没有什么用，他掏出口袋里的炸弹。死んでやる。变态胖看小迷炸弹都掏出来了，吓得提起裤子就是跑。小迷看着他逃跑，顺势就抛出了手里的炸弹。他的炸弹也是定时的，威力巨大，扔过去的时候时间刚刚好。变态胖裤子还没提上，就这样送了命，只能说活该。小胖死后，小迷也并未因杀了人而惶恐，真的比男主淡定的多。罪悪感はない。むしろ自分を守れたことが誇らしく思う。他来到小河边清洗身体，凶到了龙太。没等龙太开口，小明拿上装备转头就跑。所以说，这群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孤岛上呢？他们遭到了别人的怨恨，怨恨他们的人从一群神秘人手中得到了一张卡片，只要在卡片上写上名字，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投放到孤岛。想要逃出去，就必须集齐8颗绿水晶，所以他们才会不断的厮杀。龙太是被谁抛弃的呢？抛弃他的人是母亲信江。龙太是重组家庭，他现在的父亲是养父，养父因为公司裁员提前下岗，但是为了不让信江母子担心，他一直默默承受着。在家只知道打游戏的龙太，非但不体恤家人，反倒是嫌弃家长管得多。母亲想为他找份工作，但是龙太一心想进电视游戏公司工作，这一想就是2年。这2年他除了打游戏啥事儿没干，面对母亲的催促，他也表示很不耐烦。最后母亲不堪重负，在卡片上写下了龙太的名字，然后准备自杀。好在养父来得及时救下了他。所以说千万不要玩物丧志，害人害己。龙太之所以不记得，是因为他被人带上飞机后想带头反抗，最后被高压电击枪电晕，造成的短暂失忆。那么小明是为什么呢？他又为何随身带着电击枪？这场游戏里还有哪些高手？龙太能否迷途知返？我们留在下个视频接着说。喜欢九九的可以点个关注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爱你们，啾咪！